快点，快点！如懿跟那个乾隆之间的这种感情经历吧，从两小无猜这青梅竹马开始。刚才给你拿的白玉双方酥呀，碎了。你给我拿的碎了，我也喜欢吃。你也是啊？嗯。原来剧本前面部分我觉得不太满足，因为爱情是需要铺的。我们说兰因絮果，兰因在哪儿呢？如懿她曾经有过一个少年郎，他们曾经非常的美好。这是我一开始开拍之前我就跟编剧提出来的，就是给他的爱情一个起始的支点，让观众知道该怎么看这两个人，建立一个这两个人的关系，然后再往后走。其实像如懿和皇帝，皇帝能给青樱这么一段情，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开始。我内心总是看着他们这么美好的爱情，总是非常向往，又有一点点羡慕。哪怕你对所有人都要循规蹈矩，但是对着朕，还是可以保留青樱的性子。我最喜欢就是把她封为皇后的那个阶段啊，我们感情很好，然后那种状态是我很喜欢的。皇上啊，臣妾但愿和皇上此生长久，不相欺，不相负。好，此生长久，不相欺，不相负。有一场戏是我跟如懿，我们到民间去玩。预备，开始。出巡的头很简单，而且鞋子也是换成比较平跟的。2次微服私访，我觉得他是最开心的。因为晚上灯笼，然后江南水乡的感觉。所以我自然的在那儿，我就会很开心，你知道吧？就出去啦，就那种。哎，这是冬天走的时候，对，上船的时候。来，咱们吃点吧，或者跟你说，我跟你说，咱们或者吃点，拦着他们，不让他们走啊！最高的屌，官人呐，来尝尝我们的条头糕吧。对，这就是条头糕，我小时候吃过，好吃吧？只是有些粘牙，不比家里做的差。来尝尝。那是，连皇帝老爷吃了都连连叫好呢。皇上真的吃过呀？拍完那场戏以后就说，宫里面关了很久，对，好像放风一样的。很长一段，这个都是他对如懿在他心里面都是很重。春日的樱花，夏秋的凌霄，还有冬日的梅花。善始善终，共看四时花开。我说过的，一定会做到。这段都挺美好的，这个是我还相对认同的这个爱情。但是人性的这些弱点吧，太考验婚姻了。虽然这个多疑到最后是毁了我们俩，可是，在过程当中，他作为一个国君，他必须是有怀疑的。就我们说，爱情是需要经营的嘛，是吧？就是包括如懿也好，包括乾隆也好，如果已经没有心思再去经营他们这个爱情，那肯定就会出现问题。当然也很难，是吧？帝王的爱情太特殊了，它不平等了。就是一个爱情过程，会慢慢的就是消失掉的。青樱红历是青梅竹马走向了互相猜疑、不信任。我觉得他其实是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心意，他一直爱着的一定是自己的那个弘历，那个少年郎。只不过最后大家都发现彼此就改变了最初的那个面貌。云彻哥哥，慢点跑，别摔着。凌云彻跟燕婉之间其实从小在一起长大，非常青涩的感情，非常甜蜜，两小无猜。跑得快点，大家可以多见一会儿啊。走。凌云彻对燕婉更多是少男少女之间的那种爱情。真好看。但是我的一份心意，你看看里面。这里有一个云，云是代表我，这个燕子代表你。我希望我们可以永远的长相厮守，白头偕老。云彻哥哥，只有你对我好了，
最初的那个两个人的那种都挺美好的这种，林澈跟着他后边颠颠的那边拿着东西在，哎，我觉得蛮美好的那一段。大家都一样，都是天真浪漫的宫女，希望有自己的一份感情爱情。但是进了宫之后，因为燕婉的父母和弟弟的压力，迫使他必须要往前走一步。他正巧有这么一个机会，皇上确实是对燕婉有这样的想法。燕婉是凌霄花，第一个凌是跟她的初恋凌云彻的名字是合在一起的，霄又是云霄的意思。那它是一种攀援而上的花。其实燕婉就是这种攀附别人、不断往上爬的性格。皇上，奴婢还以为您是记得当年在御花园与奴婢说过的话。她如果是个现代的话，她觉得是个很现实的女人，抛弃了自己的青梅竹马的爱人。他还是选择了跟皇上在一起吧。那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那种青梅竹马就已经变质了。你说燕婉对凌云彻有感情吗？的确有，但是碰到现实的时候，他就会屈服。路是你自己选的，好好走下去。突然之间，观众看到的是，啪，我一跪，魏臣凌云彻，恭送魏大营。他要在我面前下跪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心里挺心酸的。他就走了，在长街上就我啷就我一个人，他在远处走。哇，这其实是蛮虐心的一个状况哈。我认为燕婉心里只是爱的，爱的方式不同，他放在心里。凌云彻爱上了如懿的时候，他很吃醋，我觉得他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觉得我的东西，即使我不拥有它，你也不可以跟别人怎么样，就是还是很自私的。嫉妒，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嫉妒心。你看到他为了别的女人去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是个女人都会不舒服。一朵小白花都这么在意，他怎么可以背叛本宫，去在意另外一个人呢？而且还是本宫的仇人。他也会更加不择手段，抛开很多私心杂念，更加的残忍。其实想害的是如懿，谁知道凌云彻也一起推下去了。云彻哥哥，是我。对于魏延婉来说，她心里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就是凌云彻了，唯一点人性的东西就是和凌云彻的感情。这个是红宝石里面成色最暗的，不知什么情况。但是我一份心意，这个人是我，凌云彻，这验的是你，不验我。我们3个人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老乡，在逃难的时候相识，那就是一种患难之交。我对江雨冰呢和索性都是绝对的了解，建立这种情感其实更稳固，也更容易理解对方。你找我？那，给你的，荣华高升。多谢你惦记着我。索性对李煜的感情其实是青梅竹马的那种友情，我觉得是没有爱情在里边，但李煜对索性有，就像是一个小男孩，就像一个初中生在暗恋他的同桌这种感觉。他会给他送点小礼物，然后默默地关心他，挺纯洁的一段爱情。索性，李煜，太贵重了。这些年咱们是共患难的情分，不在这些东西上。真是羡慕嘉妃娘娘，接连生子也是有福气的。你也羡慕啊？
谁不羡慕儿女福分呢？他慢慢的发现，其实索性想要的状态，可能我给不了，索性可能希望儿孙满堂，但太监根本就不可能满足这个要求。对于李煜来讲，她的身份很尴尬，她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个宫，她跟这些在宫廷里面的女人是一样的。我跟江雨冰是平等的，他们俩都是独立个体，但是相伴一生。我们俩都是相互喜欢对方，相互爱护对方，然后在患难的时候相互帮助对方，所以才能幸福美满。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彼此，他们只看得见彼此。我会觉得心里就微微有点对不起李煜。微臣有一事相求，请说。不管索性以后如何，微臣都想求娶索性，照顾她一生一世。那既然我给不了你要的幸福，那江雨冰这个人我是信任的，他能给你要的幸福，那我就祝福你。恰太医，你要好好照顾索性。其实剧中最幸福的也就是索性吧，就他跟江雨冰两个人白头偕老。索性，你们的喜事，我打心眼里高兴。索性，京郊有50亩良田，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可不许推辞啊！哎。其实我蛮感动的。原来有个设想，就是让如懿重新又跟江雨冰和索性他跑出去了，是吧？然后过那种田园牧歌式的那种生活。江雨冰索性的爱情，那是比较理想化的。燕婉和凌云彻是蛮现实的一对，就是感情是会屈服于现实的。我觉得我还比较喜欢索性和江雨冰这种相濡以沫、淡淡的这种感情。如懿她和皇帝要去经历的，就是她跟皇上说的那个来因是果。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出发点，因为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做了一些选择，这就是人生。在江雨冰和索性身上寄托的那种平凡踏实的普通人的生活，是如懿的向往，我想也是所有人的向往。后宫的这些女人，因为她们唯一的只有皇帝一个，就是她们的感情宠辱都在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本身这样的一夫多妻的设定，它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基础。其实宫廷后宫也是这样，它很华丽，很奢靡，但是真正每个人的心酸。婉华是一个非常非常贤惠的一个女人，非常的爱乾隆。这种爱是夫妻之间的爱。我跟孝贤皇后的话，可能更相敬如宾一些，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很尊敬她。你的丈夫是一个皇帝，他必然是要把国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而你作为一个皇后，必然要把国家的安稳、后宫的安稳放在第一位。真希望你能够管束后宫。臣妾明白，只是臣妾无能，只怕做不好。怎么会呢？你贤惠大度，只要用心做，怎么会做不好？皇上对臣妾的期许，臣妾都记在心里，绝不敢忘。好。婉华喜欢乾隆，但她也很看重自己皇后的位置，所以她就一直在这种两种心态下就是矛盾。其实我们不能拿现代的女性去看待浪华，她毕竟是一个传统女性。浪华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就是有一场皇上生了疥疮，我去养心殿照顾她。我觉得浪华没有机会让她表现深深的爱皇帝的这种戏份。皇上，你醒了。就一说完那个话，我就哗眼泪就掉下来了。只有那样的情形，观众才能知道兰花爱皇上有多深。我觉得我的母亲是想要得到爱，但是可能种种客观的因素导致她不能，她必须要取舍，要放弃。皇上，你很久没有叫过臣妾的名字了，你还记得臣妾的名字吗？就在这么一点点细节里面，他才会体现出这个女人对于这个男人，她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寄望的。但是她也知道，她这种寄望就是少的太可怜了。我
越想拥有它，越想得到它，你就是离那个东西越来越远，不要太执着。越想要事事如意，越是不能把握住很多的事情，到最后全盘结束。昨儿夜里下了雨，路上湿滑，臣妾是亲自送永璜去上书房读书的。对呀，父王正把永璜托付给你。臣妾多谢皇上。苏丽云其实是先帝指给皇上的，就是说这个女子善生养。她的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吧。她也知道皇上没有那么宠爱她，所以她也知道她在这个宫里唯一可以指望的是她的孩子。我朝议只有立贤之术，用成年长出色，用机智的嫡子年少无知，只怕太子之位就归了永成，我的日子更不好过。我觉得他对乾隆是有很大的畏惧心的，所以我觉得他在皇上面前是小心翼翼的，所有的说话、言行举止，其实都是在讨皇上欢心的。是见到我公主啊。自从臣妾成了何家公主8年了，终于又有了一位公主，臣妾恭喜皇上。苏丽云本本分分的是吧？过日子型的，她也没有什么更高的奢望的。贤妃要是爱吃酸的，不如臣妾给她送去。要送你自己送，不必告诉朕。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乾隆的，因为乾隆又很帅，又很风流倜傥。但是苏丽云是属于那种，我虽然很爱你，但是我也看清楚了你其实对我是可有可无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也就往后退，就是安于这样的现状，去维持这样的生活。本宫还以为贤妃宫里春色常驻，仪式也不大，皇上自会告诉你知道。我觉得前期乾隆还是很喜欢高熹月的，因为高熹月是宫里弹琵琶的一把好手，皇上又特别爱听琵琶。然后高熹月又比较会撒娇。那皇上这2个月有多想着臣妾？你猜？臣妾不猜。自然是有的。进宫以后，他每天都是在想怎么能得到皇上的心，能多得到皇上的宠爱。他最后觉得皇上对他是最重要的，比他自己都重要。大白跟你在想什么？那个时候也是高熹月特别想生孩子，然后去保住自己的地位。皇上虽然是也很宠爱熹月，但是我觉得他只是可能面子上要过得去，有可能是单方面，就可能是熹月对皇上一往情深。那场戏，当我一直在等他，大概将近4年吧。我原来以为就这个我深爱的男人来了，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男人眼睛全是冰冷的，是陌生的。他已经不是来跟我谈感情的了，就实在没办法，最后来跟我见这么一面。我觉得他整个心都凉了，他还是对皇上抱有一丝的那个希望跟幻想吧，但皇上没有帮他，一句都没有。他突然就觉得他活着这一辈子最后那一点希望都破灭了，很撕心裂肺的一场。臣妾谢皇上。车婉英是一个非常简单、脸皮非常薄、很害羞的一个女孩。你来这半日，怎么连话也不说一句啊？臣妾笨嘴拙舌的说了。我最喜欢的是有一场戏，就是皇上爱上相见了，然后呢，有一天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看着相见的寝宫，然后这时候那个如懿走过来了，她说：“你在等皇上？”我说：“是，也不是。”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皇上的那种心意，可能皇上都不知道。俊姐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告诉皇上？”我说：“没事儿，喜欢他放在心里就行。”觉得就还挺打动人的。婉英是那种你在他身边，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就是爱得太深了，反而会很难去表达。臣妾
就是我爱你跟你爱不爱我没有关系，只是我内心一直爱着你，不论你做什么我都会爱你，甚至说我为了要安慰自己，我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充实自己的内心，比如画画呀，比如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儿呀，比如说我心里想着我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只要皇上开心，那我就是最大的满足。孝贤皇后做的一切，朕甚是感激。朕看得出来，你是个有心人。臣妾平日里没什么能为皇上分担的，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其实这是爱的最高境界，不是简单的粉丝对偶像的喜欢，而是发自内心的、很深刻的一种爱恋。就是我只是用我的方式默默地爱着你，我爱你的所爱，爱你的所痛，爱你所有的一切。曲有误，周郎顾。白羽居是怎么样吸引乾隆注意？他弹琵琶却故意弹错。有个音错了，是谁啊？是奴婢。自己大胆地跟皇上接近，成为了乾隆他那个登基以后第一个的新人。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姓白，名蕊姬。为什么他选择白羽姬不选择高希月？因为高希月棋艺很精湛啊，他根本就不需要乾隆来点拨。乾隆喜欢这种自己能够点拨一下的这种心情。这弹的是胡笳18拍了。皇上好。他这个时候他肯定心里面就是会觉得，哇，我现在很得宠，我恃宠而骄。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现在做的一切，人家会觉得他很傻。后期不就是他嫌弃我生了一个怪胎吗？就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得宠过。梅嫔的梅跟没有的梅放在一起是一样的，因为最后他死掉，皇上并没有给他办任何的丧礼，那只是白布一裹，所有的人都忘了我，感觉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像奕欢啊，他对皇帝的那种痴情，他是真心的爱，粉丝般的那种。自从我第一次见到皇上，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靠他那么近。如今真的能在皇上身边，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其实我在这众多的婚姻关系当中，我还是最喜欢奕欢的表达方式，因为我觉得他很真实。他先是崇拜皇上的诗，崇拜皇上博学，再到看到皇上的样貌，对这个人的爱就更完整、更立体了。那个之后就一辈子也没改过。你说他这个一见钟情那一刻起，我记得导演跟我说过，说奕欢是一个他一辈子一直到他死的那刻，他只要想起他第一次见到皇上的场景，可能他都会哭的那个人。乾隆就是他的梦，是他的神，是他的一生啊。开始。一直到他孩子死之前，我觉得他在宫里的生活，他的心情都是幸福的。奕欢最在意的就是他的这个梦啊，就是乾隆这个人。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然后很直率的，是一个在感情上有洁癖的这么一个女人。所以她不能够接受梦破碎了这个事情。皇上嫌你是内科男儿，我是太后的人，所以他给你喝了是皮出就就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人和最重要的事儿都已经破灭了，只是他的爱带有一些很特别的色彩。
跟旁人所不能够理解的这种盲目痴情，但它就是爱情。第一次见到世子时，我便被他的笑容打动了。他笑起来那样温柔，我从没看过那么好看的笑容。那个人是你的初恋，是你很多年前年少无知、情窦初开的时候刚见的那个人。第一眼，你可能觉得那个是爱情。我觉得世子是他的一个梦想，永远没有办法去实现的这么一个梦想，但是一直留在他心中。你一直念念不忘的，觉得可以为他去死，可以为他去什么都去做。皇上，皇上，这是好呀，皇上。其实他跟世子的交集并不多，可能只有1、2面之缘这样。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让他放弃什么、做什么、拼什么，他都可以。我又在哪儿？在哪儿？主儿，你刚才产部的出去，放开我！结果到最后来，都像个笑话，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因为我觉得其实韩湘剑就比较特殊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也是非常传奇的一个女子，她相信真爱吧，因为她内心有她最爱的韩琦。自己心爱的人没有了的时候，她也想着就是要自杀。但是他又在湘剑和韩琦的感情里面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和弘历。你若是说这些的话，本部念懂了，本部用不上你是在那一刻可能给了他一种力量，多了一个精神上的依靠吧，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一种了然，一种知己。你可想好了，这一碗要喝下去，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他到后来为了保留他内心对韩琦的这种思念，或者说是对他那份爱的虔诚忠贞吧，他就愿意永远不要生孩子。孩子是要跟自己心爱的人才可以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晶，所以我不能跟我不爱的人生孩子。耿直的性子，真是想结的从结的如意。是吗？那用不了多久，皇上就会像嫌弃皇后那样念起臣妾。韩湘剑在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她对自己爱情的追求，我觉得可能和现代女性是比较相似的。现代女性可能会更加追求自由一些。臣妾问皇上安。你都跟着那么久了，怎么见了朕，还是那么怯生生的？我觉得海兰是属于那种我要收起我所有的这个棱角，然后做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她对皇上也没有太深的感情，她不像就是其他的女人。她其实就明白宫中的那些感情是这样的，她会一个一个来新的。就是你如果真的投入了，你爱了他，你就会受伤的。尽忠职守，朕服他头领之位。因为后宫很多人是对皇上有情的，但凡有情就会计较很多事情，反而没有情感的人不会干扰到他的情绪。他算是众多妃子里面就是理解他蛮理解乾隆的人，那但是他不会跟着他对着来，那很多事情他会用他的方式去处理，这样。那所以乾隆也理解他是一个特别明事理的人。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对乾隆有情的。我觉得有点互敬互重，就是相敬如宾的感觉，对。但是我不爱他了。
我做不到他那种境界。他对男女之情是看得非常的通透明白，从来不抱有期望，他就不会失望。他是自己本来很软弱的，但他为了如意，他可以改变，可以自己坚强起来。其实，已经超越了姐妹，比亲人都还亲的那种。海兰是对如意的亲，他帮如意做这么多的事儿，出于情。互相知道为了对方，就是对方做了一些事情跟自己一样，然后如意知道海兰是这样子可以冒死去救他的，我觉得那个信任感是非常坚强的。海兰是因为我跟如意是好朋友，然后也帮过他跟如意，所以也会把我当成朋友。其实我跟林云彻中间又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其实会有一点点小吃醋的比较。我觉得只要是很好的朋友，只要是人都会有那一种心理上的难过。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讨论，到底说如意跟林云彻之间的感情建立是在什么时候？林云彻对如意呢是守护、懂得、关心，但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林云彻，你还是收下这鞋垫吧，我缝了2个晚上呢。我是想多谢你的救命之恩。看到林云彻在冷宫对他那么好，救了他的命，你说喜不喜欢他？我觉得喜欢，但是是什么样的喜欢？你对对方，你是可以安心的信任的一个人，所以他对如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意对林云彻有没有爱情？我觉得没有。对于如意来说，林云彻就是一个在他绝望和低谷的时候陪伴他的人，他的爱情永远是属于少年红利的。他从小是个冷静的人，他知道是不可能的，就是你根本就不用去有这个念头都没有，就是说到得了他。对，我对你是这样子的。在帝王家庭、帝王家族又是这么一个特别极端的环境啊，他们彼此把这份情感已经变成了一种信仰，无论是世界上的堆积，还是岁月上的累积，在增进感情的过程当中，还在克制自己。这回啊，不要像上回那样整日喝酒一直消沉，像这样的傻事做1次就够了。为同一个人伤心2次，确实不值得。魏延婉都知道为自己打算，你也该为自己打算。微臣谨遵娘娘教诲。这就对了吗？在控制情况下还在相处，在互相扶持、互相照顾，长远走下去，到了那个点，它就是一个超越男女的这么一个情感，所以一直到一生的结束，它都是一个默默守护的过程。我用云这个字表示他的感情是远远的、高高的，不能落到身边。我的期许只是希望他平安就好，顺遂就好，看淡一切。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只要你回头，都会看见我默默的在为你打这把伞。就是很多爱慕之间其实是可望不可得的，你只要远远看着他就好。还请皇上恕罪。到底是你救了皇后母子，刘云彻，你救护皇后母子有功，赏黄马褂1件。皇上因为这件事情他也不高兴了，他觉得你为什么要那么拼死拼活的去保护如意娘娘？他有吃醋，因为爱一个人一定会为他吃醋的，所以我也有告诉林云彻，你小心一点，不要再这样了。还有一场比较典型的戏，当我被阉掉。林云彻被阉掉，变成太监之后，第1次跟如意见面。我把林云彻带到玉坤宫，跟如意说：“这是皇上赐给你的礼物。”其实很讽刺嘛。而且什么原因之前已经有了，皇上心结在哪里，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经历了基本上1辈子了。我说你我之间又有一种心灵相通、超越男女之情的那种情感在那里。那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刚好我在监视器边上，我特别想看到那场戏。一开始是有人在，镜中什么在，然后说啊，娘娘就是你看，就是新来伺候你的太监。
我跪在那儿含着泪看着，甚至是傻了看着我。训练员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眼神。拍他特写的时候，一开始他是很收着，没有多大的表情。他眼神刚收一点点，我立马就卡那个点。我说多谢你，就磕头，啪，就完全是控制不住的那种。我本来训练就比较性情，然后他一旦进到那里面就不行，那一下就不行，就崩塌。若干年之后，他无意当中在御花园看见我，找了我的灵车，两人就是流着眼泪看着，笑着，就含着眼泪笑着，看着对方。他说：“你好吗？”我说：“好，一切都好。”然后如意呢，听出来了那个假话，当真话听，就这是最酸的。我说：“只可惜来年天寒风雪时，不能再为皇后娘娘摘一枝梅花相送。既然我们不可以在一起，我又那么爱你，那我们就超越男女之情，我就守护你。”奴才告退。你保重啊。如果说问我这个戏的主题，我觉得是逃脱，或者说是要挣脱某些东西，其实就是挣脱后宫的高墙，挣脱有形的婚姻和无形的情感对人的束缚。如意也好，弘历也好，乾隆也好，我觉得每一个人，哪怕是小小的宫女太监，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如果他们可以选择，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愿意生活在红墙底下。大家都到最后其实都是走向了孤独的结尾啊！如果我们把人身上的某一部分的社会功能放大的时候，其实是对人性的全面抹杀。我觉得这个戏可能更多的是一首挽歌，是一种帝王爱情的挽歌。帝王的婚姻当中，没有人是有可能幸福的。我们在这部作品当中一定有对当时制度的批判，就是这个戏剧的悲剧所在。我小时候读的时候觉得惋惜，但是现在懂了，因为人生总有遗憾。就是因为爱，因为情，无可厚非。我觉得普通的爱情是取暖，那咱们讲深层次的爱情，它是开triển。夫妻之间除了情爱之外，更多的是一种依靠，才能支撑下去他们走很远很远的路。平平淡淡的、简单的快乐，可能超越一切。婚姻是需要去经营的，然后也会遇到坎坎坷坷，到最后才会悟到很多的道理。这个不是一个伤感的东西，而是这个事情的原因、结果，它就是会这样子。我觉得还是都是为了给爱情一点希望吧。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哈哈，你的嘴真大呀！找不着你人啊，皇娘那里都乱套了，还怕你落选想不开呢。原来你在这儿玩的还挺开心的。我为什么要不开心啊？你瞧，这是我从姑母那儿偷偷拿出来的千里镜，看得又远又清楚的，给你也看看。我还要还回去呢。哦。看见了吗？三哥为什么不选你啊？我为什么要让三阿哥选上我呀？你是皇娘的亲侄女，三哥又是皇娘的养子，谁都知道三哥会选你做嫡父亲啊。那是你们自己想的，我又不喜欢三阿哥。你不喜欢我三哥啊？要不是阿玛和姑母他们偏叫我去，我才不会去呢。但是，即便我去了，我也有本事让自己选不上。你怎么让自己选不上的？出虚宫，大庭广众之下。对呀，我吃了好多豆子呢。你真行啊你！哎，哎，你看，姑母的景仁宫
这么远，可是这里边看得这么清楚。不过这样也挺好的。什么？我是说啊，你的烦心事了了，我的烦心事啊还在后头呢。你怎么啦？三哥选完了，下个月换我选了。哦。哎，秦呀，我选福晋的时候，你来替我长长眼吧。我替你长长眼。打小我最信你的，你说好的一定坏不到哪儿去。到时候你暗中给我出主意，看看谁合适，我也好拿个主意。你选福晋，自然得你自己拿主意，我怎么替你长眼啊？再说你选福晋，我去算什么？名不正言不顺的。那有什么难的？你做我的秀女，不就名正言顺了吗？我做你的秀女？我怎么做你的秀女？咱们都那么熟了，这算什么？这有什么难的？我不选你不就得了？你不选我呀？真的不选我啊？我不选你啊！我不说了吗？让你帮我长长眼。那就算我乐意帮你，你的秀女也不是我想当就能当的。这你就别管了。就算我去求你姑母，也会让你去的。我就问你一句，你来不来？不来，不乐意。哎，青，我在绛雪轩等你啊，一定要来。姑母的眼光真是好，这衣裳这么好看，可我又不干嘛，不用穿成这样吧？傻孩子说什么呢？我是想让你穿着这身衣裳，好好去选弘历的福晋。姑母，我和弘历哥哥如兄弟一般，我怎么去选他的福晋啊？我不去。怪不得弘时不要你，满口胡说什么呢？我没胡说啊，弘历哥哥是说了让我去给他长长眼。可也没说要选我当他的福晋啊！再说我被三阿哥已经拒婚过一次了，我就不去了吧。我让你去你就去。弘时现在已经有失势的苗头了，嫁给弘历有什么不好啊？乌拉那拉氏没有前朝重臣，只有后宫的女人。你我就是要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不然看你怎么面对列祖列宗。这些话你跟我说了好多遍了，我跟你说好多遍了，可你没听进去啊！我这次一定往心里去。这衣裳这么好看，我就收下了。青音告辞。哥哥，哥哥，青音，哥哥，青音。哎，这丫头，倔的。您别急，哥哥水灵，又有跟四阿哥打小的情分，他去了肯定能选上福晋的。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三阿哥在养心殿被皇上训斥，皇上急着召见您呢。你屡屡不孝，朕都宽容你。如今你又纠结党羽，勾结朝臣，居心何在？皇阿玛，这些都是宝儿成的，他们知道我是长子，又是嫡子。所以就会起这些折子，来帮儿臣说话。说得好。为什么他们个个替你说好话？若不是还有2本折子参与，朕也差点相信你在朝中真有这么高的威望。臣妾参见皇上。来得好，看看你养的好儿子。如何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人你都见过了，高氏娇美可人，算是良配。富察氏端庄持重，更是佳偶之选。弘历，哎，是额娘。额娘，那儿子可以照自己喜欢的选吗？额娘跟你说。娶妻娶贤，娶妾娶色，
你选福晋更得慎重。自己喜欢是一回事，能帮衬到自己是另一回事。又干系到咱们母子在宫中的来日，你未来的嫡福晋要能帮到咱们才好。额娘之前跟你说过，富察氏家满门权高位重，是额娘的钮祜禄氏都不能比的。孰轻孰重，你该明白。儿子明白。贵妃娘娘，吉时将至，选秀是否可以开始了？好了，时候到了，放出眼光，好好选。是。吉时到，秀女入场。请熹贵妃娘娘安，请四阿哥安。起来吧。谢贵妃娘娘。今日选为嫡福晋的，赐如意一把；选为侧福晋的，赐荷包一个；落选的，赐黄金100两回府。今日参选的秀女有：富察氏满洲镶黄旗察哈尔总管李荣宝之女，高氏镶黄旗包衣两淮盐运使高斌之女，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户部侍郎赛克之女。格格，咱们还去不去降雪轩呀？再不去可就来不及了。您不会是不去了吧？皇后娘娘和咱府里可都盼着呢。你现在说话怎么也跟公母和阿玛似的呀？可四阿哥那儿不也盼着您去呢吗？还说让您给长长眼。哥哥，您说四阿哥这长长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难不成真是您指谁他选谁吗？谁知道他什么心思啊？那会不会四阿哥这长着眼就选了您呢？不会，他说了不会的。他要是真的选了我就更不能去了呀。为什么？您不是喜欢四阿哥的吗？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喜欢四阿哥的？啊，是，您没跟奴婢说，可奴婢的眼睛自己会看的。我不去，我不会去的。别呀，格格，咱还是去吧。不去。格格。弘历，去选吧。额娘，要不咱们再等等吧。等什么？青英妹妹还没到呢。青英格格刚被三阿哥拒了婚，想必是自己觉得没了脸面，怕是不会来的。吉时到了，等不得了，去吧，去。格格，你慢点儿。格格，等等我，格格。青衣子，这就是青衣格格。
给熹贵妃娘娘请安，青音来迟了。青音格格怎么来这么晚啊？得了，既然来了，就去那儿站着吧。是。来了。我来看看你选谁，这样的好戏怎么能错过？选秀继续。乌拉那拉氏，满洲正黄旗，左领纳尔布之女。黄三子弘时，萧宗吉出玉蝶，朕从此再无此儿子。皇阿玛，你不要这样对儿臣。皇上，皇阿玛，皇娘救我！皇娘救我！皇上，皇阿玛，皇上，皇娘，皇上，您不能这样对待您的长子啊！皇娘，皇上息怒，都怪臣妾教养不善，臣妾知错，自愿禁足半年。禁足半年，同时如此胆大妄为，结党营私，你敢说没有你这个养母的授意？皇上明鉴，臣妾没有。如今，你连朝中的军国大事也敢伸手，朕不能再留你了。臣妾知罪，臣妾再也不敢了。朕念在与你运有一子的份上，不会废后，但也不得不处置你。皇后乌拉那拉氏扰乱后宫，彭擅朝廷，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皇上，禁足景仁宫，非死不得出。皇上，朕与你死生不复相见。皇上，您不能弃绝臣妾。来人！臣妾心里只有您，才会这般糊涂。臣妾心里只有您，才会这般糊涂。皇上，皇上，皇上！弘历在哪儿选福晋呢？回皇上，在降雪轩。富察氏端庄持重，是为侧福晋之选，赐荷包一个。就是侧福晋，离福晋就是啊。谢谢阿哥。熹月格格人如其名，东方未晞，月色风霜。谢四阿哥夸赞。如此美貌，赐黄金100两。谢四阿哥。青音格格聪颖伶俐，是为嫡福晋，赐如意一把。嫡福晋，这就选中了。真没想到，太好了，那当然了。我是来给你长眼的，你给我这个做什么？说好给你就给你的。我跟你开玩笑的。谁跟你开玩笑？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不得儿戏。你在哪？我走了。怎么，不敢拿？额娘，我选完了。恭喜青音格格为嫡福晋，谢恩。谢四阿哥。弘历，皇上驾到。皇上万安。
皇上，咱们的四阿哥已经选了清音格格为嫡福晋。那不成。皇阿玛，有何不成啊？清音格格是皇娘的侄女啊。正因如此不成。皇后犯错，已被禁足景仁宫，非死不得出。皇上，皇后娘娘犯了什么错，受您如此严惩？皇后谋篡皇位，朕没要她性命，以示宽容。皇上，皇后娘娘已经受到严惩，您万勿迁怒三阿哥。皇上有旨，皇三子弘时、萧宗吉去玉蝶，再非皇室中人。皇阿玛，三哥就算犯错，也不该受如此重罚。请皇阿玛看在父子情分上开恩吧。天家先君臣后父子，你不必为弘时再求情。还有，青英是乌拉那拉氏的后人，如今这种情形，他能不能入你的府邸，你要细细的思量。皇阿玛，青英格格一直待在降雪轩，她什么都不知道，不该无故受牵连。再说了，她被三哥拒婚，如今再失了名分，一个闺阁女子，如何在世间立足啊？你在替她说话。皇阿玛圣明，皇娘犯错受罚，不该祸及家人。青英格格也是您的家人呐。弘历，别再惹怒你皇阿玛了。苏培盛，奴才在。送青英出宫。这，青英哥哥，请吧。姑丈，青英哥哥，请谨慎称呼。姑丈，还请您看在和姑母10数年的夫妻情深，可以稍稍厚待姑母。青英无福，侍奉在您的左右，还请您保重。弘历，别失了分寸。皇上，今日选福晋是喜事，咱们要不把福晋给定了？弘历，罢了。现在吉时已过，朕看弘历也有些累了，改日再议吧。恭送皇上。开门！青英哥哥，你可得快着点儿。你要待久了，奴才可是吃罪不起。谢苏公公，我即刻出来。姑母，姑母，姑母，青英，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进来的？是不是没有选上福晋？是不是受了我的牵连了？皇上让我即刻出宫。果然如此。你快出宫，别理会姑母了。姑母，我会想法子去求皇上的。不能求，否则只会让皇上迁怒乌拉那拉氏全族。你回去告诉乌拉那拉氏上下，谁都不许替我求情，免得再遭皇上责难。姑母，走，
青云哥哥，时辰不早了，走吧，快走。姑母，你一定要保重啊！我会想法子再来看您的。走吧，走吧。青云哥哥，你快走吧，你要小心。嗯。四阿哥，青衣妹妹，对不住了。姑母是要永远在这儿禁足吗？咱们还有什么法子没有？现在皇阿玛正在气头上，等我缓一缓，我会再求。比起你苦争力求，我说话更方便些。多谢四阿哥。江雪轩的事，你再等等我，我会再去求皇阿玛，一定要你留在我身边。苏培盛，奴才在，好好送青音哥哥出宫。这，哥哥请吧。儿臣请皇阿玛安。若为昨日之事而来，就免费口舌了。嗯，你不是喜欢舞文弄墨吗？来看看，朕这幅竹子画得如何？世人画竹，皆用墨色。东坡居士首开朱竹之风，儿臣曾经见过黄马法画朱竹。说起来，朕倒有些羡慕你啊。朕从未见过你黄马法画朱竹。儿臣也从未见过皇阿玛在此作画，从前并无机会。宫墙之内，天家父子少亲近，也是寻常啊。宫墙之内，只求一所愿之人，也是不易。天下的事，并不是你所求就能所得。但事涉无辜，儿臣不得不表明心迹。是否有人无辜，就那么要紧吗？要紧的是，你选一个什么样的福晋。皇阿玛，这么多年，这是儿臣唯一对您所求。儿臣从小和青音相识，性情相知。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儿臣并不在意。以前你可以不在意，如今你却不能不在意。跟朕来。坐上去。朕让你坐上去。是。儿臣为难。为何为难？儿臣做，大不敬；不做，为皇命。所以啊，身在皇家，不能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你也坐。来。朕坐在这龙椅上，一样不能随心所欲。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大清基业，千秋万代。
你今天为了自己的婚事来求朕，说实话，朕也不能不替你考量。可你的婚事，并非你一人之事。从朕的角度去看，他必须得有他应当的模样。弘历啊，你已经大了，你该开始替朕分忧了。国事和婚事，很多时候是一个道理，与你合适的，未必是你所愿的；你必须做的事，未必是你愿做的事情。每一个决定，有它的所得，也总有它的代价。儿子明白，富察氏端庄大方，堪比嫡福晋之选。不过皇阿玛，儿臣还是希望青英能在儿臣的身后有一容身之处。乌拉那拉氏既是你唯一所求，朕就许了他的侧福晋之位。儿臣谢皇阿玛成全。不过，高氏也得成为格格。是。甚好。苏培生，奴才在。皇四子弘历，温公朝夕，执事有客，着封为宝亲王。这儿子谢皇阿玛隆恩。请皇后娘娘安，请熹贵妃安。戏唱完了，每场戏的结局都有定数的。就好比弘历一定会姻缘美满，青英只能被弃出宫，弘时逐出皇室，你呢，只能是禁足景仁宫，与深爱之人不复相见。你是谁？也配跟本宫说话？皇后娘娘，请息怒。其实，臣妾能做什么？所有的一切，不都是您皇后娘娘亲自做下的吗？若不是你想保弘时为太子，朝中无人敢进言上折；如果不是你想乌拉那拉氏代代为皇后，若不是你想一个不爱你的男人钟情于你，也不至于如此痛苦。皇上口谕：皇四子弘历封宝亲王，择吉日纳富察氏为宝亲王嫡福晋，高氏为格格。花好月圆，终究是弘历的。乌拉那拉氏为宝亲王侧福晋。谁？青英哥哥。怎么会？四阿哥今天去养心殿向皇上求来的，奴才告退了。看来，不是每出戏的结局都有定数的。咱们的戏还没唱完呢。熹贵妃呀，我每走一步你就算一步。保弘时的折子是你撺掇人上的吧？可是你千算万算，算不到弘历对我的侄女青英如此钟情。那又怎样？只不过是个侧福晋。就算是侧福晋，也是弘历不顾前程，花了好一番心力在皇帝那儿求来的。弘历这样用心，这名分有什么可计较的呀？钮祜禄氏，你我咱们走着瞧。戏是还没有唱完，可惜皇后娘娘是看不到了。锁门。锁门。
青英，你是姑母，也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了。青英，青英啊！儿子请额娘安。来了。听说你皇阿玛给了你宝亲王的封号，又定了你的婚事，双喜临门。如今额娘看着你，才觉得你真是长成了。额娘，儿子有今日，一切都在于额娘。只是有一事未能先向额娘请示，还请额娘宽宥。啊？何事？儿子冒昧，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去求了皇阿玛，最终定了富察氏为嫡福晋，高氏为格格。也请皇阿玛准允了，容了青英为侧福晋。这般选择挺好。坐。额娘不怪儿子。怪你什么？坐吧。谢额娘。儿子知道，额娘一向不喜欢青英。额娘对青英格格无所谓喜不喜欢，无非是皇后禁足受罚，额娘不想让青英格格连累了你。是儿子莽撞，只是在降雪轩里，儿子已经给了青英如意，若是她的侧福晋之位，儿子无法保住，只会显得儿子无情无义。所以只希望额娘不要受到皇额娘的影响，而迁怒于青英。乌拉那拉氏自惹祸端，已受皇上责罚。如今你皇阿玛已经封了你宝亲王，也允了青英格格为你的侧福晋。看来他已经不为此事责备你了，那额娘就更不会再说什么了。只是青英格格性子倔强，日后你俩相处不协，你自寻烦恼。额娘，青英妹妹与儿子相识多年，性子相投，不会处不来的。你就这般认准了她，甚至还不惜以自己的前途犯险，去求了皇阿玛。弘历，你想过没有？皇上若是为此而起了雷霆之怒，你我母子今日可不是这番景象啊！儿子让额娘担心了，儿子真没想那么多，儿子只知道青英妹妹是儿子心中想要的人罢了。你这孩子如此用心，但愿如你所愿，你与他姻缘和睦。儿子在此谢过额娘。阿玛，咱们真的不再为姑母求情了。你姑母说的对，皇上正在气头上，你再求他，就会连累乌拉那拉家的。青英，你姑母的事儿咱们犯愁，可你的事儿又如何是好呢？2位皇子选福晋，你都落选了，那往后能嫁什么人家？那儿不接旨。哟，出什么事儿了？是喜事儿。您跟青英格格跪领吧。快跪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左领那尔部之女乌拉那拉氏，天资清逸，性语贤明，柔贤内政，书问外宣，是用命耳为宝亲王之侧福晋，钦此。奴才领旨。宝亲王？是呢，皇上封4阿哥为宝亲王，
又指了富察氏郎化格格为宝亲王的嫡福晋，您家青英格格为侧福晋，另外高大人府里西岳格格为格格。真的，青英成了宝亲王的侧福晋了？这还能有假？青英格格，您那日没拿到的荷包，今天奴才亲自给您送来了。这荷包来的可不容易，这是宝亲王向皇上给您求来的。多谢公公。宝亲王与嫡福晋富察氏8月初1成婚，侧福晋乌拉那拉氏与高氏格格8月初2进府。好好准备准备吧。奴才领旨。多谢皇上恩典。